职业移民的话，1、2、3类是5000的这个附加费，如果是 EB5 的话呢，是5万的这个附加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豁免这个签证名额，从此呢就可以拿到485的批准函，也就是可以马上就拿到绿卡，就不需要受到这个排期的苦苦煎熬。欢迎来到我们美律师老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大家好，我是胡小敏，胡律师。今天的话呢，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9月11号众议院公布的一个预算案，我们叫 Reconciliation。这个预算案里面呢有一个移民法律部门的一个草案的文本，那其中呢有部分的这个条款呢让大家其实是非常的激动，尤其涉及到一部分职业移民的。大体上来说的话呢，就是如果这个法案实行的话，那拿到绿卡的这个人数呢将远远超过通过1986年这个移民改革而拿到的绿卡的人数。那这个法案呢，其实它涉及到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两个部分。那我们这一期视频呢，就主要是会针对这个法案中职业移民来进行一个讲解。那非法移民那部分的话，我们就不涉及了。这个法案其实它主要做了2个动作。第一个呢，就是将历史上面没有使用的一个签证的一个名额和配额呢，是拿回来使用，我们叫 recapture。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基本上在1992年到2021年这个区间呢，其实移民局浪费了非常多的一个签证配额，那基本上如果统计的话呢，有将近几十万。所以如果这个提案获批，它将把这个据统计好像是有22.6万个名额哈，就是会把这部分没有使用过的名额拿回来重新使用。那这个对于整个现在移民体系的这个排期的这个缓解呢是非常有利的。那第二个他提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革措施呢，就是说通过附加费的一个支付的方式呢，来减少排期对案子的一个影响。那目前情况下，我们大家也知道，如果你要不管是参加职业移民，通过职业移民来拿绿卡也好，还是通过亲属移民来拿绿卡也好，你都是要有一个排期的，除非你是第一类优先，现在是没有排期，对吧？或者你是公民或者是绿卡的这个配偶，那你是没有排期。那大部分的案子都是有排期的。那在有排期的这个情况下面呢，你递交485调整身份或者是走领事程序拿到绿卡的，都需要等排期排到了才可以拿，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哈。那现在这个法案是什么作用呢？这个法案就是说你可以支付一笔附加费，就比如说主申请人可能是1500，然后附属申请人可能是250，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提前来递交这个485调整身份，拿到 combo card。如果你人是在美国境内的话，那这个情况下你就可以缓解了这个排期的问题。那在这个基础上面，如果你再递交一笔附加费，就比如说职业移民的话，1、2、3类是5000的这个附加费，如果是 EB5 的话呢，是5万的这个附加费。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豁免这个签证名额，从此呢就可以拿到485的批准函，也就是可以马上就拿到绿卡，就不需要受到这个排期的苦苦煎熬哈。然后最后呢，他们也提出了还有另外的一笔比较小额的附加费呢，是要交给这个财政部的。那以上的话呢，我分析的这2点就是这个法案里面最主要的会影响职业移民的这个2点。那有很多人就会问了，那如果这个草案通过的话呢，会对职业移民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我可以跟大家就是说一个数据，就比如说2019年官方的数据是，你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的话呢，亲属移民只占了8%到15%左右，但是职业移民是占了94%。所以如果这个法案通过，那这些职业移民的这些申请人、受益人，甚至是雇主，都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好的一个影响。那这个草案如果生效的话，它对留学生来讲又有什么影响呢？因为从这个草案本身来看，它就是可以让留学生就尽快的拿到这个 combo card 进行工作，甚至是绿卡，这样雇主和留学生呢就不需要考虑这个身份问题了，也不需要考虑就是说因为这个身份而带来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国际留学生呢，他
会就是说更愿意毕业以后长期的在美国留下来工作，那同时美国的雇主呢也会更愿意把一些工作机会留给国际生，那这样其实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层面。那说了这么多就是比较有利的消息，也说了一些这些法案的巨大的影响以后呢，很多人就会问了，那我这个草案是真的能通过吗？我本人的话呢，也结合一些其他移民律师的一些分析和这个了解，我们是觉得这个法案通过呢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为什么呢？首先因为民主党呢其实已经在这个国会通过了前期投票，所以走到了现在这个预算案的一个程序。那一般它只需要在这个两院简单的多数，也就是超过50这样议院的这个投票支持呢，就可以获得这个预算的这个法案的通过了。所以就目前的这个两院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呢，只需要民主党内部所有的议员，主要是参议院同意它就可以通过，那不需要太关注这个共和党的意见。那当然啦，如果民主党内部对这个提案表示认同以后呢，他还需要说服一个议事法律专家，要他们来同意，就是说这些法律法规在预算合理案中呢，它是一个合理的存在，那这样的话呢，通过率才会非常的大。那其实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证明这些法规在这个预算草案中的这个合理性呢？其实之前在共和党任期的2005年的时候呢，也有相关的先例，所以在民主党认为呢，它这个预算案中有一个移民的议题或者是移民的一个草案，它其实是合理的，所以我们之前有先例可循的，我们也非常希望目前的这个草案可以最终获得通过。那当然啦，如果这个预算案想要正式的这个定稿，它就是两党之间肯定还是会有一些细节，因为现在只是一个草案，就是需要这个参议院进一步的这个审核，然后还有双方的一些博弈。那对不同的申请人来讲呢，申请的重点不一样，然后两党的这个博弈的这个筹码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到最后是否能保留下来目前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些条款呢，这个还未知，那我们呢也会持续关注。另外呢，我再强调一点，目前的这个草案呢，它只是一个草案，还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律那希望大家呢也持续关注这个事情，因为对大家的影响确实是非常的大。那同时的话呢，也可以竭尽自己的所能去做一些，比如说如果草案公布它有一些争议的一些流程，或者你可以自己去发出一些声音，然后来支持这个草案的最后的通过。那以上呢是我今天的这个分享，谢谢大家，我是胡小敏，胡律师。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